现在的以太币人人嫌弃，处处被看衰。但就在这时候，华尔街最懂比特币的分析师汤利突然转向看好以太币，并且公开表示 Ethereum probably could go to 10,000 or something. 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嗨，大家好，我是富士。今天这支影片将带你深入拆解汤利在 CoinEdge 的节目中对于他转向以太坊的爆炸性观点。我惜汤利的资深战友一定非常震惊，因为我们都知道汤利是比特币的大多头，而他比特币的观点更是市场的风向标。但这次他不只看好以太币，竟然还真的亲自出手了。就在最近，他接下并麦董事长职位时，立即拍板定案，推动一项高达2.5亿美元购买以太币的储备计划。对，你没听错，就是这么疯狂。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比特币的铁粉突然爱上了以太币？又是什么逻辑，让他愿意对以太币压下2.5亿美元这么大的重注？而这套被称作 Ethereum Treasury Model， 真的有机会超越 MicroStrategy 的储备比特币策略吗？而影片的最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分析汤利对于以太坊1万美元的惊人估值到底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而这很有可能就是你未来2年最有机会翻倍的资产布局。即使你没投资以太坊，我都强烈建议你品一品汤利的分析逻辑，因为他的分析方式对我们投资者来说都是非常有学习价值的。在开始之前，别忘了订阅、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资产翻倍的第一手消息。好，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吧。那么汤利到底为什么敢对以太坊下这么大的重注呢？他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从我们每天都在用的东西开始说起。第一点，以太坊将成为金融世界的新平台。Real world assets are becoming tokenized. And we know that the big mega trend in the past year, the real viral app and maybe what I call the ChatGPT moment for crypto has been stablecoin.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汤利对以太坊整套策略的底层逻辑是完全建立在资产代币化这个大趋势之上。而看懂趋势也正是优秀投资者的特质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汤利一再强调这件事。而更有趣的是，这观点其实跟我们之前的影片介绍方舟基金2022 Big Idea 的观点十分接近。其实木头姐早在2022年就提到了 RWA 资产代币化的趋势，而汤利更直接地指出最近1年的现象，资产代币化正以病毒式的速度快速扩展。当然我们不能只听他讲，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对照最近发生的事。首先，美国稳定币法案正在推进，美元即将合法上链，正式实现美元资产代币化。再来呢，股票代币化也从最近的概念变成了现实。最近 Kraken 交易所已经正式开启美股代币交易，而 Coinbase 虽然还没开始，但也正在加速布局，正在筹备合规的美股代币交易业务。就连罗宾户的执行长 Vlad Tennant 都透露。And actually, since our announcement, I've had a deluge of inquiries, private companies that actually want to access retail, to have their shares. 自从他们宣布支援美股代币化之后，越来越多私人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也能在链上发行自己的代币化股票，抢攻散户市场。而再来是国债上链，其实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我们之前分析木头姐的那部影片。说真的，看到这里，你我应该都很有感。稳定币、股票代币化、美国政策推动，这些趋势过去1年来早已变成现实了。而这现象真的就像汤利说的一样，正在快速的实现。有趣的是，大多数人其实还感受不到这种趋势，自然的也不会主动去承担未知的风险。这再次印证了80-20法则，永远只有少数人看懂方向，而更多的人只是关注眼前的价格，却忽略背后的变化。但说真的，看不到趋势本身就是风险。木头姐早在2022年就预见这一切，只是多数人不当一回事。如今汤利用数据再次证明，这2位大佬虽然背景不同，但共通点很明显，他们都不只是靠嘴巴喊，而是直接用行动证明这件事正在一点一滴的发生。总体来说，传统金融正在大举进入区块链领域，资产代币化已经全面开启。而在这过程，以太坊自然成为机构们的首选。不管是稳定币、国债、房地产、传统金融，要找一条相对去中心化、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主链，以太坊都是最合适的选择。这就是汤利看好以太币最大的核心理由之一。但不止如此对他来说，投资以太币并不单纯只是价格增值本身，以太币还有非常灵活的金融属性。这就是为什么汤利要将以太币当作公司的储备资产原因。再来，我们看看第2点，以太币储备策略超越比特币。
好，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汤利为什么不使用他熟悉的比特币当公司储备呢？而是突然跑去玩以太坊？来，我们来看汤利怎么说。There's a bit of an advantage of an Ethereum treasury company if you directly compared it to a Bitcoin treasury. One is that there is a yield you can earn on Ethereum by staking. 汤利说道，以太币可以参与原生质押赚取收益，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感觉，但你想想，你公司账上放了一堆以太币，不用卖也不用冒任何风险，只要让以太币去参与原生质押与节点验证，就能每天自己生出更多以太币来。但比特币呢，它并没有像以太币原生质押的功能，只能放着等增值。这就像两个人站在市场，一个买房自住没收益，一个出租赚取收益，时间一拉长，谁赚得多，大家都很清楚。The second is that Ethereum's delivered volatility, so it's a measure of how much it moves, is actually twice that of Bitcoin. Ethereum's volatility actually makes it cheaper to fund purchases. So because the higher the volatility you have, the more you can sell volatility and then lower your cost of borrowing. 再来，汤利说，以太币的波动是比特币的2倍，并不是风险，而是机会。很多人听到以太币波动大这3个字，第一反应就是风险好大，不敢玩。但汤利看得比谁都还远，他也很直白的说，波动越大反而越好赚。为什么？因为波动大，在期权市场就更值钱，公司可以靠卖期权固定收钱。简单来说，就是赚取市场的被动租金。这个逻辑其实跟币圈大家熟知的期限套利也有一点像，也就是同时做多现货、做空期货，对冲掉价格的风险，专心赚取资金费率。不管价格怎么涨、怎么跌，反正我稳稳收那笔钱。就像房屋出租，房价不管多少，反正我租金先收到口袋里。说穿了，这根本就是聪明人玩的稳健游戏。大部分人怕市场动来动去，但真正会玩的，反而是专门利用这些波动收钱收租，帮别人扛风险，自己赚稳定收益。这就是为什么汤利才会说 ETH Treasury 比 BTC Treasury 灵活太多了。 And the third is, of course, that because it's a staking token, a treasury company actually can also act as an operating business on the network itself, and that's important. 接着第3点，汤利还直接提到以太币可以抵押，这点汤利说的比较保守。有玩过 DeFi 的战友一定都知道，以太币不只能够当作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在链上开拓业务，还能拿去抵押、借美元、借稳定币，买入其他资产，就像我们的房屋可以拿去银行抵押一样，借出现金来做更多应用。这跟传统银行开杠杆其实没什么两样，只是玩法换到了链上。总体来说汤利投资以太币根本就不是单纯为了它价格涨一波而已，他真正看重的是以太坊储备策略，等于是一个自己会赚钱的多功能金融资产，而且这些特性又可以灵活的组合，因应不同的市场情况随机调整，这些全部都是比特币做不到的事。所以汤利愿意直接转向以太币，这点大家应该就不难理解了吧？甚至还可以更狠一点，汤利完全是可以学 MicroStrategy 那一套，靠公司发债融资，用更低的成本换来更多的以太币。不同的是，相较于比特币，以太币可以到链上透过套利的方式，这些操作将让每一股的以太币持有量一直往上加。这不只是单纯的持币，更是玩资本的运作。听起来是不是比单纯抱着等涨还更有格局呢？好，接下来大家最爱的来了。第3点，汤利对以太币1万美元的价格预测逻辑。Circle trades at around 100 times EBITDA. Ethereum should have a much higher multiple. 在访谈里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 在 IPO 之后的市场估值达到 EBITDA 的100倍。顺便说一下，这个 EBITDA 就是公司还没扣税、扣利息、扣折旧之前的净值。而汤利说的100倍的 EBITDA 已经算是传统金融圈超级疯狂的倍数了。但是这和我们以太币有什么关系呢？汤利他马上指出重点。You know, if you do the rough math, you get Ethereum would be very undervalued if you were looking at Circle relative to Layer 1. So that's why Ethereum probably could go to 10,000 or something. 稳定币目前大多数都跑在以太坊这个 Layer 1的网络上，所以他的意思是，既然上面这些应用都可以估值到100倍，那作为底层基础的以太坊，理论上应该会更高才对啊。不过这里我们聪明的观众一定很快就会发现，Circle 是100倍对吧？以太坊在汤利采访当时是2500，讲到1万美元也才4-5倍啊。这个以太币1万美元的说法，汤利绝对是保守了。如果你有在看我们之前的影片，汤利所发表的比特币报告绝对比这个更乐观、更大胆。这也有可能是公开场合，所以汤利说的比较保守。1万美金的以太坊对汤利来说，很可能只是最近这1年中的中线目标。
而他心里真正期待的绝对不止这样而已。那么问题来了，尽管资产代币化的趋势已经发生，但真正能赚到这波行情的还是少数，特别是在本轮2025年的山寨季，真的非常难受。汤利也非常有经验，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处理这些情绪。You really should learn to be patient. The biggest, most recent lesson is what happened from February to April. Like this year, we had a black swan with tariffs. Yeah. I mean, it caught everybody off sides and off guard, and we had basically a mass liquid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waterfall decline. 汤利也说得很直白，投资学会耐心非常重要，市场变数真的很难掌控，你更没有办法预测川普何时会射飞弹。像是3月那波关税黑天鹅，以及老包不降息，这也让市场上的所有人几乎都割肉离场了。而汤利当时给客户建议只有一句 And we gave very unpopular advice to our fund strat clients, which is don't do anything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a V-shaped recovery. Yeah. And we had so many people saying, yeah, you know, it might have worked in 2022, it might have worked in 2020, but it's not going to work this time because the Fed's not behind your back. 别做任何事，因为这将是 V 型反弹。汤利的客户更直接讽刺地说，2020、2022那套已经行不通了，因为2025的美联储并不支援，也就是说没有降息。但现在呢，以太币的趋势已经开始反转，并且默默地回到$3000左右这个关键位置。如果你也跟我一样还在场内，在过去的低点有持续捡便宜，那么在这边恭喜你，在这条路上最大的赢家往往都不是跑最快的人，而是撑得久的人。如果你的以太币还在，不妨留言告诉我你还在，让我知道有多少义卫兵还一起坚持着。但这边要注意的是，汤利并没有明确指出以太币$10,000的时间点。可以确定的是，汤利已经用$2.5亿的行动证明给我们看，并且对这场代币化革命正式下注。那么你准备好了吗？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觉得以太坊波动还是太大，还是太刺激，没关系，先观望就好。我们学汤利的分析逻辑，不代表一定要跟风买入。投资这件事永远都是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但如果你问我，富士，如果只能选一个，该选什么？我还是那句话，比特币。因为比特币早就不是年轻人炒币的东西了，它已经变成退休族、企业甚至是国家机构都在慢慢买进的顶级资产。目前看来，确定性以及回报率这两大因素最高的也只有它了。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为什么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都在默默地布局比特币，以及他们对比特币的惊人预测，不妨可以点击右上角。好，如果今天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不妨赏我一个赞，别忘了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富士，我们下次见，拜拜。